大家好，我是嘉欣。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在准备去韩国玩呢？现在韩国它其实已经放宽了很多政策，像是今天是9月30号嘛，他们就宣布了说，从明天10月1号开始，大家入境韩国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做 arrival PCR test 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省下这一笔8万块的钱。现在入境韩国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从免签的国家来的话，你就不需要签证，只要申请这个 KETA，还有另外一个是叫 Q Code 的东西，就可以很简单的入境韩国了。那据我所知，最近 KETA 其实它的要求非常很严格，很多人都申请失败了。如果你是申请 KETA 失败了3次之后，就需要到大使馆去申请韩国的签证，所以到时候就会很麻烦。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我的 KETA 在1次就通过了，而且我是在不到1个小时内就通过了。我也不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可能是当天我申请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很幸运，很快就通过了。那也有听到很多朋友就是申请了第1次是失败，所以他们申请了第2次还在等结果的。那最近 KETA 它其实大概需要1个礼拜或以上才会通过，因为最近很多人都申请要去韩国嘛，所以大家最好是提早申请，因为这个 KETA 它其实是有2年的期限了，所以你提早申请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成功申请之后，在2年内就可以多次入境韩国。那 KETA 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是一个电子签证，虽然免签国家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入境韩国的，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需要你申请这个KETA， 它就像是一个电子的通行证，你需要有这个通行证才可以入境韩国。还有另外一个 Q Code 的话，可以选择申请或是不申请。这个 Q Code 就是让你在事先填好你的健康状况，还有填上你的疫苗证明。当你填完之后，它会给你一个 QR Code， 那你在入境韩国的时候就可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很快速的通关了。那在申请 KETA 的时候，最好是用网页版来申请。虽然 KETA 他们有自己的 App， 但是听说用 App 上传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可能 App 它本身会有一些 bug， 所以当你在传照片的时候可能会失败，导致你的 KETA 就会被拒绝。所以最好是用网页版来申请。那接下来我就会告诉大家要如何一步一步的申请 KETA。首先，大家要在这里 Google 搜索 KETA。然后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网站 www.keta.go.korea， 这个是 KETA 的官方网站。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网站它是有广告说他们会代理申请这个 KETA， 请大家到这个 KETA 的官方网站去申请。因为有一些网站他们其实是诈骗的网站，还有一些是他虽然真正会帮你办 KETA， 但是他会收一些手续费，所以会比较贵的。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网站 keta.go.korea， 点进去，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网页，所以大家就可以点击这个 Apply for KETA， 然后这里你需要选择你来自哪里，然后选择你的国家，然后我就选马来西亚，然后这里有一些条款，就点击 Agree 同意，然后按 Next， 这里是需要填你的护照号码还有 email， 那我就随便填。下一步就是要输入你的护照的资料，这里会需要你上传你的护照有你的个人资料的那一页，这里有范例给你看，你可以先用手机拍好照片之后放进电脑里面，然后再传你的照片。我觉得最有可能申请失败的原因就是照片的问题，所以在传这一页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你的照片还有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没有反光，这样才不会影响到你的结果。然后接下来就是填你的国籍，你的性别，这里的话就是你的姓，如果你的名字是没有姓的话，就勾这个 surname unknown，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你的名字，接下来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你的护照号码，然后接下来就是护照的截止日期，然后再按 Next。然后这里的话，如果你是有双重国籍的话，你就要勾 Yes， 如果是没有的话就点 No， 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你有没有去过韩国，然后这个是你入境的目的，那我们是旅游的，我们就点 tour。这里会给你选你是自由行还是旅行团，如果是自由行就点第一个，如果是旅行团的话，它会需要你填你的旅行社的名字，然后你在申请 KETA 的时候，它是如果你有10个人，就一次过申请10个人的 KETA。你完成了你个人的资料之后，它后面会让你填其他团员的名字，所以你们是可以一次过一起申请的。接下来就是填你在韩国住的地方，然后你就要点这个 Find Postal Code。这 KETA 你其实在买机票之前你就可以先申请了。如果你不确定你会住在哪里，其实你就上网随便找一间民宿，然后就填它的地址还有电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做，我在买机票之前我就先申请好这个 KETA， 通过了之后我才去买机票，这样会比较保险。因为最近 KETA 它的要求感觉比较严格，所以大家最好是在买机票之前就申请好，会比较保险。我就随便在网上找一间民宿的地址还有电话，这不是业配。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路是연남로1길，我就在这里打연남로 1길。其实你用什么民宿的地址都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就找最接近的，然后这间民宿它是67之6嘛，那我就找最接近的。67之6，它不一定每一条路都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最接近的那一个，就是门牌号最接近的，然后就点击，然后它就会这里会出现刚刚的地址嘛。比如说它如果没有出现在刚刚的 list 的话，我就在这里填它正确的地址。比如说可能它是60号연남로，填好之后，如果还有空位，你就填民宿的名字 Kimchi Guest House， 填。如果后面不够位置的话，你不填民宿的名字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最重要是地址嘛。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填韩国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自己有韩国的电话号码，你就填自己的号码如果你在韩国是没有电话号码的话，你可以找一位韩国朋友，最好是先取得他同意之后再填他的号码。如果没有韩国朋友的话，你就填这个民宿的号码，然后你就填你的职业，你有没有以下这一些疾病，然后你有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的话就点 no。 然后接下来这里的话就是要传你的护照格式的照片，这里有给你很多范例嘛，所以你在传照片的时候最好是先看好每一个，像你不可以戴围巾啊，不可以戴墨镜，不可以戴帽子，然后你的照片一定要是正面的，不可以转来转去。如果是女生的话，最好是头发塞到耳后，戴眼镜的话是可以的。那如果像是穆斯林的朋友，如果你是因为宗教问题，你戴头巾会盖住耳朵，那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要注意的是，你的照片要少过700×700 pixel， 然后要小过100KB， 它只接受 JPEG 还有 JPEG 的格式。然后你的照片一定要是正面的。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会韩国护照照片的大小。你可以在 Google 打 Korea Passport Photo Size Editor， 然后就可以利用一些网站去调你的照片的大小，因为可能你的国家跟韩国的大小规定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 tips 就是尽量调成像他给的范例，像是这里空白的距离，还有你的肩膀大概到哪里，不能太多太少，下巴到哪里，尽量跟它调到一模一样，这样的话成功几率我觉得会提高。然后传好照片之后，你就可以按 next。然后接下来它就需要填你的出生地，第一个是你的出生的国家，第二个就是你出生的城市，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计划在韩国逗留的期间，下一个就是你在韩国有没有认识的人，如果你有韩国朋友的话就点 yes， 没有的话就 no。有没有人陪你一起去，
如果你点 yes 的话，它就会需要你填那一个人的资料，国籍、名字、出生日期，还有你跟他的关系。然后你就要填你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工作，有的话就点 yes。然后你需要填你公司的名字、公司的电话号码，然后还有你的收入。好了之后就按 next。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给你检查你的资料，你就看填的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就按 edit， 然后再回去前面再去填。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给钱了，你就按照 make payment， 然后 confirm， 然后再用信用卡去付钱。然后一个人他会收1300块的韩币，所以如果你是一次过10个人申请的话，你就要付10个人的钱。申请好之后，大概等几天到2-3个礼拜就会拿到你的 KETA 了。希望这个步骤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接下来要教大家的是申请这个 Q code， 一样你 Google Q code 之后，会有这个 covid.entkdca.co.korea， 然后你就点这个网站，然后可以点这3条线 input， 然后这里它就会给你选你是不是14岁以下，接下来就选你的国家，亚洲，然后再选你的国籍，那我就随便选一个，然后按同意 ，OK， 然后就可以按 Next。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填你的护照号码，然后再填你的 email， 然后再按 Next。然后还会叫你参考你的护照的这一页去填你的资料，所以这里的话你就也是填好你的资料之后，然后再填你的性别，然后再填你的名字，然后再填你的出生日期，然后护照号码，好了就按 Next。然后这里就是填你的出发国家，然后再填出发的日期，然后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要找你的在韩国住的地方，也是一样，像刚刚那个연남就找，然后就选一个，然后这里就在填正确的地址，如果还有位置的话就填民宿的名字，然后这里就是填你的电话号码，然后这里就是填你在韩国的号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填民宿的号码。这里是要填你的机票的资料的，所以如果你是要申请 Q code 的话，是需要先买机票才可以填的，航班号码，还有你的座位号码。然后接下来你在过去21天有没有到过别的国家？如果有的话就填，它一定要你填最少一个嘛。如果你在过去21天都没有出国的话，你就填你现在所在的国家就可以了。如果你在14天内是在这个国家的话，你就打勾。然后最多你可以填到4个国家。然后这里就是填你有没有症状。然后这里的话，你在过去有没有用什么药物啊，或是有去过医院啊，或是有接触到动物，然后就按 Next。这里就会显示你的资料了，然后就检查对不对，不对的话就也是一样，到前面再去填。这里的话其实是不用填了，像是你的疫苗证明还有阴性报告，现在韩国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一些我们就不需要填，它也无法让你填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就跳过。好了之后你就按这个 submit，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它上面会有你的 QR code， 还有你的资料。那我们在入境韩国的时候就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很快速的通关入境韩国了。那如果你事先是没有申请 QR code 的话，你可能就要走一般的通道，所以可能如果刚好遇到有很多旅客的话，就可能会在机场耗上一点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是出发前先申请好这个 Q code， 随时申请都可以的。准备好所有资料之后，就可以出发去韩国了。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传你的大头照的时候，最好是用比较正式的照片，像是有穿有领子的衣服啊，或是还有就是去相馆拍的比较正式的。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是用穿这种圆领 T 的照片，
然后也是有成功申请，但是以防万一，大家还是用比较真实的照片会比较好。那以上就是申请 KETA 还有 QCode 的步骤。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或是大家有什么 tips 是可以让你的申请过程更顺利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那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像是学习韩文啊，或是关于韩国的东西。然后我这一次去韩国，我也会尽量拍一些 vlog 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然后把这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看。希望这影片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